龙树中论，不生不灭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些每天早上念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人，有多少人真的知道这个空字说的是什么？我不是在说你。说实话，这个字被误解了差不多2000年。大多数人一听到一切皆空，要么觉得那是虚无主义，反正什么都没意义，躺平就行；要么觉得那是某种玄妙体验，一切融为一体，灵魂出窍，进入某种白光之中。但龙树写中论说的不是这两种空，他说的是一个非常精确的哲学命题，而且他是用纯粹的逻辑证明的，没有任何神秘主义。他用一套叫做归谬法的论证工具，把你能想到的所有哲学立场，存在、不存在、又存在又不存在，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，一个接一个，全部证明在逻辑上说不通。做到这一点的难度是什么量级？大概相当于一个人独自一人，用数学的方式证明了所有人类思维系统都存在根本性的缺陷，然后还给出了一条出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我们这个系列一期一期的把佛学核心经典用现代语言拆开来看。之前我们从阿含经、金刚经一路走到心经，建立了缘起、般若、空性的基础框架。今天我们来看龙树的中论。关于龙树的生平以及他为什么会在历史上的那个时刻出现，我在历史脉络系列里专门讲过，这里就一句话带过。大约公元2到3世纪之间，大乘佛教遇到了一个严重的哲学危机，龙树出现解决了这个危机，顺带把整个大乘佛学的哲学地基重新浇筑了一遍。今天我们只聚焦一件事，这部中论到底说了什么。先说一个背景，让你明白龙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。前几期我们讲了般若系统，讲了心经用260个字说空性，讲了金刚经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指出了不执着的方向。般若系统非常强大，但它有一个副作用，就是有人开始走偏了。偏向哪边呢？有人听完空性之后，开始认为既然一切皆空，那一切道德就没有意义了，因果业报也不成立了，你做好事做坏事有什么区别？反正都是空的。还有人走到另一个极端，把空性变成一种体验，追求某种感受上的虚无感、缥缈感，误以为那就是解脱。龙树写中论是要彻底纠正这两种偏差。他要证明的是，空性不是你能描述的任何一种东西，包括虚无，包括什么都没有，都不是。空是一个精确的逻辑命题，不是一种境界，不是一种感受，是对事物存在方式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分析结论。好，现在来看中论的开篇。龙树在正文开始之前有一个寂字，就这24个字，后来被称为八不中道：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亦不断，不一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出。能说是因缘，善灭诸细论，我既守礼佛，诸说中第一。后半部分是礼佛的套话，我们略过。前面4句是核心：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不一不异，不来不出。你第一次读这个，大概率会觉得这是诗，是某种艺术性的表达，但它不是诗。它是一个精确的哲学命题，4对概念，8个否定。龙树在整部中论里都在对这8个否定进行具体的逻辑论证。要理解这8个否定说的是什么，先要理解一个核心概念，叫做自性。自性指的是事物自己的本性，它的内在规定性，它独立于任何关系和条件而存在的那个核心，那个让它成为它而不是别的东西的根本原因。我们日常的思维都在不知不觉地假设事物有自性。你说这朵花，就预设了花有它的花性，让它成为花而不是别的东西的那个本质规定。你说这个，我就预设了我有我的自性，一个永恒贯穿着所有状态，独立于肉身变化和思想变迁的那个自我内核。龙树说，这种自性在宇宙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。注意，他不是说花不存在，不是说你不存在，他是说你对花和你的存在方式的那种理解，那个假设了自性的理解是错的。现在来看不生亦不灭这一对，
我们说一棵树从种子生出来，这句话预设了什么？预设了树在某个时刻从无变成了有，也就是产生了，生了。但龙树在中论第一品里就开始分析这个生，他说任何事物要生只有4种可能：从自己生出来，从他物生出来，从自己和他物共同生出来，或者无因而生。这4种情况他逐一证明都说不通。从自己生出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树从树本身生出来，但如果树已经在那里了，它还需要生吗？它已经存在了，还要再生一次。而且更荒谬的是，一件事物如果能从自己生出自己，那它就应该能永无止境地生下去，因为生的条件一直都在。树变成无数棵树，最后填满宇宙，显然不成立。从他物生出来，比如树从种子生出来，那这个种子是另一个有自性的存在吗？如果是，那种子本身又从哪里生的？追溯下去是无穷无尽的链条，找不到起点。如果种子也没有自性，那一个没有自性的东西如何能产生另一个东西的自性？这个逻辑也站不住。两者共同生更复杂，但把前2个问题都带进来了，等于问题叠加。无因而生是说没有任何原因自己就出现了，那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凭空出现，世界就彻底乱了，这也显然不成立。这4种可能都堵死了，那意味着什么？不是说树不存在，而是说那个你以为的从什么到什么的那个过程，那个你命名为生的事件，当你真正去追究它的时候，找不到一个自洽的描述方式。同样的逻辑用在灭上一样，所以叫不生亦不灭。这让我想到现代物理学里的能量守恒定律，能量不生不灭，只是在不同的形式之间转化。一根木头烧掉了，我们说它消失了，但它变成了热能、光能、二氧化碳、水蒸气，那些东西还在，只是换了形式。那么消失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吗？还是说我们只是给某种转化贴上了一个叫做消失的标签？再看不长亦不断这一对，长的意思是永恒不变，断的意思是彻底消失，之后什么都不剩。这针对的是连续性问题，也是我们思考自我时最常遇到的问题。你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是同一个你吗？如果完全是同一个，那你就是永恒不变的，也就是长。但这明显不对，你的细胞在不断更替，你的想法在变化，你记忆里的自己和此刻的自己其实每天都在微妙的不同。如果不是同一个，那每一刻都有一个旧的你消亡，一个新的你出现，也就是断。但那又是谁在保存记忆？谁在说我昨天做了这件事？谁在认这个身体是我的？龙树说，长和断都是2个极端，都预设了某种固定的自性。说长，预设了一个不变的和；说断，预设了一个真正消失掉的东西。但这2者都是我们贴上去的概念，都找不到真实的落脚点。你有没有翻过5年前的照片，看着那个人，觉得他几乎像是陌生人，但你又知道你们是同一个人？那连续性在哪里？在记忆里，在身份认同里，在那个你给自己讲的故事里。这些东西非常真实，也非常有用，但它们是叙事性的存在，不是某个固定内核的存在。不一亦不异这一对说的是身份问题。昨天的那杯水和今天的那杯水是同一杯水吗？你喝掉一半之后，剩下那半杯还是那杯水吗？如果你把水倒进另一个杯子，它还是那杯水吗？这些问题听起来像绕口令，但龙树想指出的是，我们用来划定一义边界的那套判断系统本身就没有稳固的落脚点。世界是连续的，我们用概念在上面画了格子，格子里的东西不会因为格子的存在就变成了独立自存的实体。不来亦不出这一对用来分析运动。一个运动的物体，你说它从甲处来到乙处，这期间它在哪里？在路上。那在路上的哪一点？你说出任何一个点，它在那一刻都只是瞬间停住，而实际上它还在运动。这个运动本身从哪里开始，在哪里是运动的那一时刻，似乎永远无法被精确定位，因为一旦定位，它就不运动了。
这让我想到量子力学里的测不准原理。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被精确测量，你测到位置的那一刻，动量就不确定了；你测到动量的那一刻，位置就不确定了。龙树比量子力学早了将近2000年，他用概念分析得出了一个方向相似的结论。用来描述运动的概念框架本身就包含了内在的张力。好，说了这么多，我想在这里停一下，问你一个问题。龙树用这8个否定证明了生灭是概念构建，长短是概念构建，一义是概念构建，来去是概念构建。然后呢？这对我们有什么实际意义？答案就是龙树说的空性。但空性是什么？空性不是一切都不存在。空性是说，所有你能用语言和概念去描述的存在，都不是那种自给自足，离开一切关系和条件仍然成立的存在。一切事物都是在关系中存在的，在条件中存在的。水是湿的，但湿是相对于我们的感受系统说的。对宇宙中没有神经系统的粒子来说，湿这个属性根本不存在。水是液态的，但这取决于温度和气压。换个条件，水就变成了冰或者蒸汽。花是红的，但如果你的视觉系统只能感知紫外线，这朵花可能对你来说是完全不同的颜色。这些存在都是在关系和条件编织成的网络里的存在。离开了这张网，什么是水，什么是花，什么是红，根本无法单独成立。龙树把这叫做缘起性空。缘起就是依赖条件而升起，性空就是没有自信。这两者不是矛盾的，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面向。正因为没有自信，所以才能依缘而生；正因为依缘而生，所以才没有自信。这里有龙树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：如果事物有自信，那自信是不变的，不变的东西就不能被任何条件影响，那么这个东西就什么都做不了，不能变化，不能生长，不能修行，不能觉悟。反过来说，正是因为没有自信，一切才有可能改变，修行才有意义，觉悟才有可能。空不是贬值，是增值，是说这个世界是开放的，不是被某种不可更改的自信锁死的。现在我想换一个角度，让你感受这件事更直接一点。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？你对某人某事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判断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结果有一天那个人做了一件让你完全意外的事，或者那件事的走向完全超出了你的预设，然后你陷入了一种困惑，不是愤怒，不是悲伤，而是那种框架被打破之后的晕眩感。你停在那个晕眩里，仔细感受一下，你会发现里面有一种惊慌，不是对外部事件的惊慌，是对自己那套理解方式突然失效的惊慌。这一刻，你发现自己之前预设了一个自信，你以为这个人本来就是那样的，你以为这件事本来就应该如何如何，那个本来就是你自己加上去的那个内核。龙树要做的不是让你不要有这种感觉，而是让你从更早的时候就看清楚，那个本来是你加上去的，不是真实世界原来就有的。看清楚了之后会怎样？不是说你变得冷漠了，不在乎了，而是那个撑着你的框架，那个对这个人、这件事、这个自己的固定概念，会有一种奇怪的松动。松动之后，你和这个世界的接触会有一种不同的质地，没那么硬，没那么频繁的被卡住。龙树在中论里有一句话，我觉得是整部书最核心的表达。他说：诸法实相者，心行言语断。法是事物的真实面目，实相是它真正的存在方式。心行是你对它的任何思考活动，言语是你对它的任何表达。龙树说，事物真实的存在方式是所有思考和语言都无法触及的。这不是在让你保持沉默，这是在说语言和概念是工具，非常有用，让我们能够沟通，能够分工合作，能够建设文明。但这些工具有一个根本性的局限，就是他们在现实上切出来的格子不等于现实本身。你能用工具，但不要被工具的格子困住，以为格子就是事物本来的边界。我在做这期视频之前，试着在自己的冥想里找这个边界。
找一件我认为本来就应该如何的事，然后问自己，这个应该是从哪里来的？试了几次都能找到那个推导链条，追到最后发现是某个很早以前形成的预设，从来没有被质疑过，就成了理所当然。龙树2000年前的论证，在这个体验里有一种奇怪的着陆感。你呢？你生活里有没有某件事是你长期认为本来就应该如此的，但后来你发现那个应该其实是你自己加上去的？那一刻是什么感觉？我特别想在评论区看到你的故事。中论是一部读不完的书，每次翻开都能在里面找到新的东西。这期只是一个入口，你最希望我们下期从哪个角度再深挖？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